俗话说得好，蚊子咬人，苍蝇恶心人，所以在夏天，对于很多人来说，最讨厌的不是蚊虫，而是苍蝇。说起来，苍蝇确实让人讨厌，特别是夏天午觉的时候，不但发出嗡嗡的声音，还会在脸上或者身上爬来爬去，让人无法静心休息。不但如此，它还跑去食物上面舔来舔去，想想都觉得反胃。当然，杀虫剂确实能消灭苍蝇，但杀虫剂毕竟对身体不好，所以在苍蝇多发的季节，建议家中养一盆吃掉苍蝇的植物，不仅安全无害，还能美化环境，让苍蝇没有一只飞进屋。大家好，我是花花，今天介绍能驱赶苍蝇的7种植物，家里养一盆，免受苍蝇骚扰，睡眠无忧，还省钱干净。第1种，捕蝇草。捕蝇草听名字就知道它是苍蝇的天敌，是一种十分好用而且价格便宜的食虫植物，每年到了夏季可谓一盆难求。它叶子顶端长有捕虫夹，形似张开的血盆大口，当有小虫闯入时，它能以极快的速度将其夹住，并慢慢消化吸收。盆栽可适用于向阳窗台和阳台观赏，被誉为捉苍蝇的神器。捕蝇草的夹子外层会有很多像梳子一样的肉刺，合拢的时候就会交叉分布，可以防止虫子跑出去。在捕蝇草夹子上会有很多红色的毛刺，那些就是陷阱的机关，只要有虫子触碰到，整个夹子就会迅速闭拢起来。这里要提醒一下大家，捕蝇草的夹子在它的有限生命里只有几次开合，所以没事不要去逗它。捕蝇草比较喜欢阳光的地方，避免环境遮阴，否则它的夹子会过早枯萎发黄。养护的时候要注意保证环境温暖湿润，除了提供高湿度，还要保证每天有5小时以上的阳光照射。捕蝇草在生长的过程中会有夹子不断枯萎，及时剪掉就可以保持美观，防止腐烂或滋生病菌。此外，这种植物夜里不会和人们竞争氧气，所以养在卧室里面更有利于捕食苍蝇蚊子，给人们创造出更舒适的睡眠环境，让家人睡觉更香。第2种，艾草。艾草算得上是一种比较常见的中草药，而且鲜嫩的时候可以直接食用，在老了之后也可以直接晒干泡水喝，或者是拿来泡脚洗澡，对身体好处多多。除此之外，它还能够拿来驱蚊，而且效果远比蚊香更加的出色，且危害性小。一般我们将老化成熟的艾草晒干，然后点燃一些艾草，这样散发出的艾烟味就可以有效地驱逐蚊子、苍蝇以及其他的昆虫。艾烟味不仅是蚊子、苍蝇的克星，同时还具有杀菌消毒的功效，经常闻这类的烟味，对身体健康百利无一害。除此之外，如果直接将晒干的艾草制作成香包，随身携带，一定程度上也可以防止蚊虫靠近，特别是在夏季的时候，一定程度上还能够提神醒脑，让自己工作和学习时精神满满，效率倍增。第3种，猪笼草。猪笼草对蚊子、苍蝇等飞虫来说绝对算得上是天敌，这种植物所在的位置，基本上没有任何飞虫可以逃脱它的魔爪。猪笼看似精致大气，但事实上它是捕食蚊蝇的利器，只要有飞虫从它的周围飞过，猪笼草就会分泌一种诱敌深入的物质，使蚊蝇主动投降，最后转化为猪笼草所需的营养成分。由于猪笼草有爬藤的特点，基本上会被人们挂起来养护，所以更适合在窗台上养护，既不影响我们的日常生活，又能防止蚊子、苍蝇等飞虫进入室内，所以养一盆猪笼草好处很多。不过养猪笼草的时候，如果长期不长捕虫笼的话，可能是因为光照不足、温度过低或者湿度不适等造成的。要想家里多繁殖几盆猪笼草的话，扦插是最常用的繁殖方法。我们可以在春季或秋季选取健壮的茎蔓，剪成10到15厘米长的插穗，插入准备好的基质中，保持湿润，待插穗生根后即可移栽。另外，养护过程中需要特别注意，千万不要主动给笼子喂肉，很多花友喜欢去把一些碎肉、小虫子喂给笼子吃，其实这个是没有必要的，反而可能因为适应不了而造成笼子里面腐烂发臭。猪笼草再怎么吃，小虫子也是一种植物，可以靠光合作用为自身提供养分，所以不要额外去喂肉。第4种，毛膏菜。
毛膏菜的形态也是非常特别的，它是没有茎的，看到特别长的茎，其实是它的叶柄，而叶柄上会有非常多的小绒毛，这些小绒毛就是毛膏菜的叶片，绒毛上会分泌很多粘液，这些小粘液会散发小昆虫喜欢的气味，小昆虫飞到上面就会被粘住，最终就会被毛膏菜消化。除球根毛膏菜以外，其他种类的毛膏菜对基质的要求不高，可使用纯水苔作为基质。为防止基质表层滋生绿藻，可在表面铺一层薄薄的赤玉土等不腐烂的颗粒，避免下层的基质与光线接触。另外，绝大部分的毛膏菜都比较喜阳，耐暴晒，应尽量每天提供4小时以上的直射光，适合放置于光照良好的阳台或窗户上。若能提供全天的直射光，则会呈现出非常鲜艳的颜色，粘液也会变得更加粘稠。若没有良好的光照环境，也应提供全天明亮的散射光，如果光照不足，植株就会呈现翠绿色，长势及抗病性也会比较差。此外，毛膏菜通常都比较耐湿，可使用腰水的方法进行供水，即将花盆置于有水的水盘、玻璃缸等容器中，使水自行渗透至整个花盆，只需保持水盘中有1厘米左右的水，就能使基质保持潮湿。第5种，香叶天竺葵。香叶天竺葵是天竺葵里的一个杂交品种，就是专门用来驱除苍蝇和蚊虫的，所以人们又把它称之为驱蚊草。这种绿植一般不会开花，就算偶有开花的现象，花朵也非常小，所以观赏价值不高，但是它所发出的气味不仅香，还能让蚊蝇躲得远远的，所以驱虫效果不错。香叶天竺葵养护简单，对环境要求不高，由于它具有耐阴的特性，所以只要具有散射光并且能通风的地方就可以栽植，因此适合在农村的房前屋后栽植它。香叶天竺葵的栽植技巧和养护方法简单，养护方面最需要记住的就是2点，一是不能让太阳光暴晒，二是如果环境温度达到33摄氏度以上，就要对地面和周围的空气适当喷水，以此起到降温的目的。香叶天竺葵的栽植方面也比较简单，只需寻找肥沃、疏松、通风、不积水的土壤就可以了。如果是盆栽的话，培养土可以用泥炭土、珍珠岩以及蛭石按照5:2:3的比例调配，或用河沙和腐叶土混合搭配也可以。栽植前要在土壤底部适当添施一些有机肥，生长过程中要注意尽可能避免太阳光直射或暴晒，能有一些散射光照射就足够了。肥水管理上以土壤渐干渐湿为准，肥料1个月添施1次即可。第6种，柠檬香蜂草。这种绿植无论是否开花，都会散发出一股浓浓的清香，这种香味既像是柠檬味，又像是薄荷味。当它开花的时候，也会引来众多蜜蜂的光临，所以大家就把这种绿植称为柠檬香蜂草。柠檬香蜂草的这种香味，我们闻起来很香，可是蚊蝇却不喜欢，所以栽种这种绿植，对于驱虫确实能产生一定的作用。同时，这种绿植也可以用来泡茶，我个人感觉喝起来也是一种享受。柠檬香蜂草的栽种也比较简单，它喜欢温暖、湿润和阳光充足的环境，不需要花费太多的精力和投入，就能较好的生长起来。环境温度基本稳定在18摄氏度左右时，就可以栽植了。柠檬香蜂草既可以播种，也可以幼苗移栽，还可以用枝条扦插，你可根据实际情况进行选择。如果你是播种，先在平整后的土壤里撒上种子，然后在种子上面覆盖1厘米左右的沙质土，再每天浇1次水，随时保持土壤的湿润。大概6周左右，种子发芽长出幼苗，这时候开始就要注意，要让幼苗得到阳光充足的照射，幼苗才能更好的生长。当幼苗长到15厘米高时，就要对它进行打顶分茬，使其长出更多的分支。柠檬香蜂草可以进行多次打顶分茬，这样它会长得更茂盛。第7种，瓶子草。瓶子草的植株比较高大，它的瓶子上面会有一个瓶盖，一旦有虫子跑进去，顶部的绒毛就能感知到，就会把顶部的盖子盖上，防止虫子逃跑。过一段时间，这些虫子就会被消化了。瓶子草是特别喜欢光照的，而且还喜欢有一定的温差，在光照充足和温差较大的环境下，它的叶片会由绿色慢慢变成红色，整个状态会显得更加好看。它的颜色艳红，
观赏性就越强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驱除苍蝇的绿色植物。喜欢我的内容，请点赞、关注并多多转发。感谢观看，感谢粉丝的喜欢和支持，我们下期再见。